么找出来的？哎，这合作董事态度高手啊！他们那么多人围着你电脑看什么呢？你们干什么呢？这是茶水间的监控。我知道这是茶水间，为什么你的电脑上会有茶水间监控的回放呢？其他人的电脑上看不到吗？我还以为所有人都能看得到呢。你跟我过来一下。你找什么？魔镜呢？你现在越来越没礼貌了。出去敲门。是你吧？你为什么要动我的电脑？高峰让我弄清楚，你为什么在这个律所里是一个特殊的存在。你别问他。哎，小雨。哎，好嘞啊，等会儿见。哎，要么我叫黛西一起去吧。哎，好的好的，拜拜。我请孟小雨吃饭，咱一起去啊。我去不了。你呢？吃饭去。啊，不了不了，我也有事儿。你真不去啊？啊，那行，那我自己去了啊。走了，拜拜。我真的不能理解你为什么要激怒何塞。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，是他跟我提出了我根本不可能答应的要求。他的要求真的不过分，确实不过分，但是他现在的状态，确实不是一个律师的状态。又不是真的法庭，只是模拟而已。模拟也不行，他会当众出丑，成为大家的笑料。他已经是大家的笑料了。主任，你们在说谁是大家的笑料？我们在模拟辩论，你们在议论何塞？我们在关心同事。我认为啊，你应该跟何塞模拟辩论。您答应他了？是啊，你们俩都是被告的委托代理人。为什么？他今天特别激动，他告诉我，我要是不答应他，他马上离开律所。他这是威胁，您更不能答应他。已经决定了，我不是来征求你的意见，我是告诉你，去找何塞，他在办公室等你。为什么不是他来找我？你们俩都不是小孩子了，再说我也不是你们的家长。你现在就去找何塞。不，让他多等一会儿。你们怎么真跟小孩子似的？我们不是小孩子，我们只是都固执的不愿意长大。他是固执，你是不愿意长大。我是丽娜，我知道，你负责行政，行政一姐，单身未婚，无男友，无相亲对象。事实上，你负责罗宾的行政，我不归你管的。我只是来告诉你，茶水间里有监控。鉴于你也是蓝红的助理，也请你转告他一下。不好意思，我跟你不是一样的助理。我有律师执业证，可以独立接案。之前你在浩瀚超越有一间很漂亮的办公室，可是有一天，你的门禁卡刷不开门了，你以为是卡坏了，然后你找人来修，
结果卡没有坏，是你被辞退了。你听谁说的？路人皆知。姐，你说他一个秘书，他怎么知道我在浩瀚超越的事儿？他不是一般的秘书，那他为什么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啊？他可能之前从来没想过，一个助理或者秘书也可以有独立的办公室吧？怪不得呢，心里面不平衡。兰兰，你刚来要低调。我没有办法低调的。我呀，来这儿以后，所有人都知道我。我估计他们也在想，为什么我一来就有一间自己的办公室？大家都是助理，为什么他一来就有一间办公室？因为他在世界前10的法学院读过书，有律师执业证，可以独立接案。你是说我没有在世界前10的法学院读过书？难道你读过吗？你这样说话很伤人。丽娜，你不是玻璃心。你刚才说的话足以切割世界上任何坚硬的东西。你是说钻石吗？事实上，只有钻石可以切割钻石，而且切割钻石是一门工艺。我没有再跟你说钻石切割的问题。你刚才说可以切割很硬的东西。我说的是办公室。兰兰办公室的问题，我刚才已经跟你解释过了。我现在说的是蓝红。怎么又说到蓝红呢？他为什么一来就可以搬到顾杰的办公室？全中国的职业律师已经超过40万，但是涉外律师只有1%，而蓝红就是那1%。据我所知，你也在世界排名前10的法学院读过书，你也考了涉外律师。所以我是高级合伙人，而他不是，他只是拥有一间高级合伙人的办公室而已。既然蓝红和兰兰都是人精，都这么厉害，他们怎么会被别人侵占财产？所以你的结论是，聪明反被聪明误，人家富豪也不是吃素的，早就已经写好了遗嘱，零继承。刘老师，啊，来，您找我？啊，你去跟何塞律师确定一下诉讼策略，然后呢？然后起草代理意见。好，什么时候要？你知道模拟辩论什么时候开始吧？那之前，虽然是模拟，但是也非常重要。好，明白了，我最晚明天给您。他有点不对劲儿，哪儿不对？心不在焉，情绪低落。你想说什么？你知道我想说什么？我的助理只要有我看中的品质就可以，是我发的薪水。所以大家都在问我，他到底之前是做什么的？他是怎么来的？你就说你不知道不清楚，事实上也是你不知道不清楚。那你知道吗？你清楚吗？你到底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我是不是问了不该问的问题？还是我问的问题让你难堪了，你不想回答我？不，我是觉得，你觉得什么？你直说。你先是说何塞不正常，他是不正常，在办公室里戴这么大的墨镜，然后又说黛西，说她心神不宁。你的意思是说，真正有问题的人是我？丽娜，从你知道蓝红来上班那天起，对，我就神经兮兮的。我没有必要隐瞒我对蓝红的真实看法，我从来对他没有好感，不是出于嫉妒，是出于政治。我虽然不喜欢孙超越，但是蓝红不配继承财产。罗宾他为什么让你来找我？他不亲自到我这儿来跟我商量案子、讨论代理意见和辩论策略？因为我是他的助理，这种事情一般都是我来做啊。我也有助理啊，你去跟我的助理谈啊。可是您的助理范小天已经离职了，被顾杰老师给带走了。你说的不对啊！第一，范小天他不是离职，
他是被要求辞职，他犯了很多他不应该犯的错误。第二，顾姐本来要带走他的助理高峰啊，但是高峰很优秀，他被我留下来了，所以他现在是我的助理。可是他现在不在座位上。他跟我说了，他去见你的大学同学啊，你不用挑拨我跟高峰之间的这个助理关系。何塞老师，罗宾老师让我明天务必要把代理意见给他。那又怎么了？跟我有什么关系吗？是不是我哪里冒犯您了？如果我哪里冒犯您了，我跟您道歉行不行？对不起了，何塞老师。你起来！我讨厌你跟我差异化对待，知道吗？对于我来说，差异化对待那就意味着歧视我。我没有差异化对待啊。你对待罗宾跟你对待我是两码事儿，这一点无可争议。是，但是因为罗宾是我的老师，而且又是我的老板，您们同时给我布置任务的时候，我要优先完成他的。但这不代表我不尊重您啊，是不是？我就想知道一件事儿啊，你来我们这儿工作之前，你在工作什么？你的职业是什么？啊，罗宾他是否知道？如果他知道的话，那么我要求同等的待遇。我学过心理学，我本来是想要考心理咨询师的。那是什么原因你没考呢？说不定我以后会考啊。啊，那好啊，因为心理咨询比法律咨询对于你来说更适合你，因为那就不存在输赢了啊。人生如果太计较输赢，是会得心理疾病的。你暗示我，啊？你暗示我太在乎输赢了，所以我心理变态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人生除了输赢，还有其他重要的东西啊，甚至是比输赢更加重要的东西。比如呢？比如说得到别人的认同感。这个世界就是凭实力来说话的，啊！你是一个助理，你没有这个实力来跟我谈案子，你去跟罗宾把这一点说清楚啊！你可以走了。凭实力说话是没错，但是实力绝不仅仅是指谁的地位高，谁的权力大吧？啊，对，你们女人还有一种实力啊，是颜值，这是你们的软实力。实力再强也是要讲道理的，不能因为谁的实力强，谁说话就算数吧？那还有我们律师这个职业干什么？那就看谁的钱多，谁的职位大，谁的拳头硬好了。哎，你跟罗宾也这么说话吗？啊，你去建议过他，让他去看心理医生，说他心里有疾病吗？何老师，我真的是因为好意，我建议您去看心理医生，真的不是因为您的心里有疾病。很多人他们去看心理医生，是因为希望心理医生可以帮他们缓解痛苦、缓解压力。那是女人和弱者需要的。那男人和强者呢？是漠然忍受命运暴虐的毒箭，还是挺身反抗这世间无涯的苦难，用斗争将他们扫清？这两种行为，哪一种更高贵？是漠然忍受，还是挺身反抗？哪种更高贵？今儿打得不错，回去好好想想动作。好嘞，谢谢教练。加油！嗨，你是来向我求爱的吗？我是来找你了解一些情况的。丽娜猜到你会来找我，她还告诉我你想知道什么。那你能告诉我吗？那你可低估了我们女人之间的友情。应该说我高估了你们之间的理性吧。我有一点点不能理解你的理性。蓝红不是你的前女友吗？她能不能继承遗产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帮她？你的意思是，人只应该关心跟自己有关系的事情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律师、医生这些职业都值得怀疑，因为他们绝大多数时间都在干着跟自己不相干服务的事情。非常有说服力。那天我们打球的时候，孙朝野说，他的哥哥已经病入膏肓，不记得人了。我不在场啊。那你能告诉我，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件事情的吗？哪件事情？孙朝野他哥哥不省人事，病入膏肓，不记得人。咱能不能聊点别的呀？我今天来找你，只想聊这件事情。我不想聊。那你什么时候可以跟我聊？我想聊的时候再跟你说。谢谢。不客气。
谢谢提醒了，我什么都没有告诉他哦。他空手而归，我还有点于心不忍呢。我请你吃饭。今天是我来群里上班的第一天，你呢是唯一一个主动跟我说话的人，也是唯一一个跟我说话的时候带着笑脸的人。我敬你。大家熟了以后就好了。其实我能看出来，他们根本就不喜欢我。你说吧，我也不认识他们，更谈不上什么了解。他们为什么不喜欢我？一整天了，不痛不痒、不死不活的样子。我碍他们什么事儿了吗？服务员，帮我加点橄榄油。好的，您稍等。谢谢。我姐给我打电话，我接一个啊。喂，姐，我跟黛西吃饭呢。黛西就是罗宾的助理。你跟妈妈先睡吧，甭管我了啊。我姐这人啊，就怕我被男人骗。其实以前呢，追我的人还是挺多的，后来我姐夫出了事儿以后，就慢慢少了。其实也不是少了，就是鸟兽散，好像都知道我们家出了事儿一样。其实我也跟他们说过，我们家的事儿是因为孙超越欺负我姐，他们表面呢就是一副不痛不痒的话，背后就幸灾乐祸。何赛老师没有这样吧？除了他。等会儿啊！10分钟。你一个人在家干嘛？还喷香水？你怎么知道我在家呀？你不在办公室就在家，不在家你还能去哪儿啊？我有时候也跟你们一样，我会出去交友的。你没朋友。孤独是一种能力，有很多人想跟我交朋友，但是我不想把短暂的时间浪费在没有营养的社交上。找我什么事儿？有喝酒的杯子吗？你是来跟我道歉的？就因为我让我的助理去找你，这表明你不尊重我。这表明我尊重你。如果我直接去找你，我们俩意见相左，你少来。我们俩本来可以直抒胸臆的，那样才叫尊重。那看来我们对尊重的理解不太一样。你是说我没有雅量，所以误解了你的好意？我没这么说，但我确实也没想到，这件事情居然会伤害到你。你应该想到伤害了我，你总是伤害我，伤害我完之后，你又表现出一副无辜的样子。那我还有哪件事情伤害了你，并同时表现出一副无辜的样子？你甩掉了我。你想在蓝红的事情上甩掉我？我没想甩掉你。哼，我是怕你跟兰兰的关系。哎，你跟蓝红都不怕，我跟兰兰怕什么？我们俩10年前就结束了。我们俩现在还没开始呢。何在，就是一个模拟庭审，我真的没想到你会这么介意。行了，别生气了。
生气就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。什么别人？我在生你的气。你有没有听到过一句话？如果你因为一个人生气，那么就是说你给了这个人过高的尊严，他凭什么让你生气呢？因为我在乎，我才在乎你。哦。喂。喂。喂。你谈过几个男朋友？一个，就一个，就一个，骗人！骗你这个干什么？就谈过一个男朋友，又不是什么特别值得骄傲的事儿。你们为什么分手？因为他要出国。太帅了。嗯，我说这个分手的理由太帅了。兰兰给我打一电话，然后挂了，什么也没说。那你给他打回去啊。我不。那我帮你给他打。不，那你跟他说什么呢？我就说你电话落我这儿了，我看到一个未接电话，打回去问问什么事儿。哎，但这是撒谎，善意的谎言。谎言就是谎言，不分善意与恶意。你看你。好，那你就慢慢咀嚼你的痛苦吧。喂。喂。喂。兰兰给我打一电话，然后挂了，什么也没说。那你给他打回去啊。我不。那我帮你给他打。不，那你跟他说什么呢？我就说你电话落我这儿了，我看到一个未接电话，打回去问问什么事儿。哎，但这是撒谎，善意的谎言。谎言就是谎言，不分善意与恶意。你看你。好，那你就慢慢咀嚼你的痛苦吧。你找我什么事儿啊？你就当做是我来找你喝酒的吧。不，你找我肯定有事儿。是，本来呢，我是想来跟你讨论讨论这个案子。如果说我们俩一起共同代理，那我总要知道你的论点是什么吧？那你为什么说是来找我喝酒的？因为你不在状态。但这孟芝兰是你带来的？是我带的。那是因为我预判到你不在状态。你看，我的预判多么准确。尽管我希望你向我证明我预判错了。我保证。现在我们回到案子上来。你保证？我保证。你好，这是账单。说好的，我来。怎么喝多了不认识我了？行，我来吧。手机支付可以吗？都可以。那我回去我转给你哈。没关系。好了。你等会儿，帮我开个发票啊。好的，没问题。浩瀚超越。这个案子的前提你都已经很清楚了。我来想跟你谈的重点就是，我们应该让蓝红意识到，无论如何，由他自己上庭出庭，一定不如把这个案子委托我们好。别，你给我，我不看了，你给我，你给我呗。不用抢。给你，我走了。哎，别，你这样，我不看了，我真的不看了。
我保证我会全力以赴、全神贯注、专心致志地听你说。其实我刚才一直在专心致志地听你。一直听吗？一直在听。你刚才说过多少次了？你保证？可是我在认真跟你谈的时候，你每隔几分钟就看一下手机。请问我怎么跟你谈？怎么跟你讨论？行，那你走吧。我知道你瞧不起我。我没有瞧不起你，我自己都瞧不起我自己。何在，我真的没有瞧不起你，是真的。我特别能理解你此时此刻的心情，因为我也有过，比你还不堪。你知道我跟蓝红，当年我们俩都准备结婚了，连婚房都买了。哦，慢点，慢点。哦，是的，慢点，慢点。没催，站稳了啊！就是你自己啊！现在就我一个人。哎，你去哪儿呢？哎，洗手间在那边，那边，慢着点啊！我来了！哎，那她嫁给孙浩瀚，她都没通知你一声啊？没有。但是他肯定知道，我知道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咱们全律所唯一一个没有收到请柬的人。那你们俩就这么分手了？我们俩连分手都没有说过。兰兰跟她姐可真像啊，这翻脸比翻书还快，说翻脸就翻脸。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？去找他，跟他道个歉，说对不起，求原谅，求和好。但是我得跟他说清楚啊，如果我接蓝红的这个案子，我们俩就先不能谈情说爱，起码在这个案子结束之前不能谈情说爱。可是蓝红这个案子打上个1-2年稀松平常，打上好几年都有可能。但这是我的原则呀。那他肯定就认为你不够爱他。这什么逻辑啊？如果你爱他，多1分钟你都不会让他等。那就意味着我不能接他姐姐这个案子，因为这是我的原则。可是你为了他连一个案子都不能放弃，他怎么会相信你爱他呢？我是一个律师啊，我可以放弃案子，但是我不能放弃正义。哎，你不要以为我在说大话。蓝红的这个案子非常的复杂啊，需要一个非常专业的律师来处理。而且我觉得，像孙超越这种人，很有可能用上威胁啊、收买律师的手段。我也是律师，我也非常专业，而且我也不怕威胁，也不会被收买。啊，我懂了。你今天来说服让我去谈情说爱，其实真正的目的是想让我把蓝红的案子交给你。我不会这么做。对于我来说，职业是第一位的，生命其次。如果一个女人她跟我说要我把生命交给她，她才会爱我，那么好，我可以把生命交给她。但是她如果让我把我视为比生命更重要的职业交给她，那么就算了，不是算了，是休想。时间不早了，我叫个代驾回去了。不，哎，我刚刚进入状态呀，咱们俩现在可以谈案子了啊！你跟我说说，蓝红这个话题已经过去了。不，你得说说这个蓝，但我觉得不是你的错啊，是我的错，不是他的错。我叫的滴滴代驾到了。不，你得说明白你们俩到底为什么分手，这个事情是跟案子有关系的。喂，对，是我叫的。哎，边，你稍微等我一下，边，我马上就下来。你得把这一点说清楚啊，边。
你是不是直接跟人家翻脸来着？翻脸，翻脸，我是客气的。怪不得人家说了，娶媳妇儿之前啊，必须得见见丈母娘是什么样，什么素质啊。特别好意思说，哎呀，我们闺女脸皮儿薄，不好意思说，有些事儿啊，我替她说吧。你们这个房本上的名字啊，必须写上我闺女的名字。那蓝红什么态度？那一唱红脸唱白脸呗。她就在边上说，哎呀，人家的房子为什么写咱家人的名字啊？他妈一听怒了，扭头就走，他立马就跟出去了。这戏演的。给谁看呢？罗宾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件事情你要谨慎。摊上这么一个丈母娘，你苦日子在后头呢。说的难听一点，这叫不要脸。姐，你能不能别说话这么难听？什么叫不要脸？那我换个方式说，你如果答应了，这是不平等条约，这叫丧权辱国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家是暴发户啊，钱不是辛苦挣来的，是天上掉下来的。哎呀，你能不能？你什么你呀？你差哪儿去了？非得送套房子才跟人家结婚啊？你想想，这是爱情吗？这叫傍大款。早。姐，我买了蛋糕，你过来吃点吧。我跟你说啊，我昨天是去黛西家了。他跟罗宾根本就没有那种关系，他们家根本就没有男人的迹象。你不用跟我汇报这些，我刚死了老公，没那么快想嫁人。他们都传黛西和罗宾的，我是帮你去看看。这不是你的工作，兰兰。姐，你发那么大的火干嘛呀？我没发火，我又不瞎，你看看你那一脸的不高兴。我老公尸骨未寒，我零继承，这网上还天天有人骂我说我活该，说我机关算尽太聪明，聪明反被聪明误。你说我这一天天的，我有高兴的事儿吗？你去告诉封印，模拟庭审，要么取消，要么马上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人家都开始宣战了。他们干什么了？他们怎么还搞这个呀？太无聊了。去告诉封印，我要发起诉讼，申请诉讼保全。姐，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就不能轻易饶了他们。你还说什么家丑不可外扬，咱们早就应该起诉他们。你还在这愣着干嘛？早上好，罗老师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迟到了。那个，我手机不小心关成静音了，然后我看到您的未接来电，我就想给您回，我没想到我手机没充电，它就自动关机。然后我早上打车打了好久好久，我才叫到车。后来我在中途给您打电话，您没回我。那我为什么没有看到代理意见呢？是邮箱坏了吗？给我半小时啊，不，1刻钟，1刻钟我就给你发过来。太晚了。您昨天跟我说的是今天上午给您就可以，上午的概念也就是中午之前，现在才10点半。斌，可以走了吗？你确定可以了吗？我确定。你们去哪儿啊？开庭。战斗。
林大姐，我今天特别的忙。不是，他们去哪里啊？模拟法庭啊，提前了，你不知道吗？为什么？你问兰兰去啊，你们俩关系不是挺好的吗？我。 喂，姐。哎，我有件事情啊，要跟你商量一下。你等一下，我出来说。急吗？不急，但是中午以前必须要做决定。什么决定？我跟你说啊，就是那个王丽啊，最近一直在联系我。王丽，就是原来追过你那王丽。我知道你不喜欢她。 你们什么时候联系上的？是一个挺偶然的机会。他是不是问了很多你蓝红的事儿？对啊，最近我们聊了挺多事儿呢，还聊到你以前的事儿。以后你不要再见他了。为什么？他是孙超越的法律顾问。我又不认识孙超越是谁啊？你在哪儿？电话里说不清楚，我现在马上过来找你。请当事人委托代理人按席位就坐。 你坐吧，我来跟你说一下，我有事要出去一趟。出去，马上就开庭。你来配合何塞老师。临阵逃脱，明显不敢面对。请大家肃静。现在宣布法庭纪律。你要去哪儿？大家都在看着你，如果你现在走了的话，就是逃跑。 如果你现在走的话，大家就真的会觉得你跟他有事儿。王丽找罗琦了，明白了。罗琦，在你还是少女的时候，我就非常喜欢你，爱你。我想把你忘记，但是我真的做不到。收回你的东西，我不允许你利用罗琦。 罗宾，你以为我跟你一样吗？我是跟你不一样，我从来不会像你一样为了赢官司不择手段。那你认为你从无败绩、战无不胜，是因为你的能力强吗？那可能是因为我永远站在了正义的一边。你跟我走，走。我不是18岁，我有自己的判断，好不好？他找你，就是想借你的口说出蓝红是一个薄情寡义、贪图钱财的女人。 他不配拥有任何遗产。蓝红不是这样的人吗？我从来觉得就是啊，难道不是吗？原告蓝红女士和孙浩瀚先生之间并不存在感情。法律规定，遗嘱内容必须得符合遗嘱人的真实意愿。 虽然原告和遗嘱人为法定配偶，但是遗嘱人早就已经表现出对这段婚姻的失望。你这句话没有事实依据。有，孙浩瀚先生在结婚后不久就发现原告嫁给自己是因为贪图富贵，于是就对原告产生了厌恶之情。孙先生每日忙于工作，但是连过年都不回家，情愿到弟弟家去和自己的儿子孙然一起过。
过年是我们双方共同做的约定。孙然的母亲在除夕之夜去世，所以每年春节我丈夫都要回去陪她。那难道你作为后妈，我也有我自己的亲妈。我妈妈是个单亲母亲，一个人把我和我妹妹2个人抚养长大很不容易。我妹妹在我婚后不久就出国读书了，所以每年春节我都要回去陪我妈过年，要不然她就只能一个人过。这也是我跟孙浩瀚在婚前就做的约定。平时我们的生活都在一起，但是每逢过年，我们就各回各家，各自陪伴生命中其他重要的亲人。被告代理人，这是他们的婚前约定，不能以此来攻击他们夫妻的感情不好，更不能据此对原告进行人身攻击。审判长，孙浩瀚先生对原告早有提防，甚至一度怀疑原告之女并非自己亲生，所以在重病之际将所有的遗产交给自己亲弟弟继承，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。审判长，他这是在诬陷，涉嫌人身攻击。被告代理人，你有什么证据吗？有。医院的医护人员从来没有见过原告，讨论治疗方案都是与我的当事人，也就是原告丈夫的亲弟弟孙超越先生进行的。所以，所有的治疗方案，包括病历上的签字，都是我的当事人所签。我先生住院以后，你的当事人跟我说，医院建议我和孩子暂时不要去探视，因为我丈夫见到我们可能会激动。之后我们坚持要去探视，他又说我丈夫已经转院，至于转去哪个医院，又坚决不肯告诉我们。这些我都有证据，我们家保姆都可以作证的。你自己也是律师，你应该很清楚。如果你真心想去医院探望你病中的丈夫，那么我的当事人怎么阻碍得了呢？而真实的原因是，你知道你丈夫并不想见你，而且他的家人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。你之所以嫁给一个比自己大15岁的男人，你是因为钱。你在胡扯！我有证据。这有2张结婚请柬，第一张是蓝红女士与罗宾先生的结婚请柬，时间在前。第2张是蓝红女士与孙浩瀚先生的结婚请柬，时间日期在后。这2张结婚请柬时间只差1个月，那是什么原因让你突然间决定嫁给后者，一个比你大15岁的男人呢？谁规定了一个人一生只能谈1次恋爱，只能爱1次？我多爱1次就是大逆不道了，就连继承自己合法丈夫的遗产的资格都没有。你这是哪一朝代的法律啊？我想你可能没有听清楚我的问题，那我再问一遍，我的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你决定不嫁给与自己相恋多年、即将踏入婚姻殿堂的大学同学罗宾的呢？这个问题与本案无关。有关。性格不合。不，是因为罗宾的父母出资为你们购置了婚房，而你要在房产证上写上你和你母亲的名字，你要霸占别人的房产，目的落空了，你恼羞成怒才火速嫁给了孙浩瀚。你以为男人傻吗？你以为你丈夫会相信你是因为感情而嫁给他吗？你骗得了他一时，你骗不了他一世，所以你不会得逞的。如果所有的遗产都被你继承了，他会死不瞑目的。我真是不明白，你哪儿来的自信，在这信誓旦旦地争夺遗产？